大家好，我係阿夫拉，相信大家已經留意到 2.6 版本嘅末日幻影已經更新咗，而今期嘅 BOSS 上半就係卡夫卡，而下半就係新加入嘅星期日。而今期末日幻影嘅總血量呢，就已經去到1200萬嘅，所以呢期末日幻影呢，如果要攞高分呢，真係唔容易，特別係打下半嘅星期日，無論佢嘅韌性條定係血量，真係非常厚。咁講到呢度，究竟我要點樣組隊呢？首先講一講上半嘅卡夫卡，分別有物理、火、風同埋虛數弱點，佢對冰、雷同埋量子咧分別有40% 嘅抗性，咁所以咧上半咧如果你擺黃泉隊咧，我就唔建議啦，將你嘅黃泉隊咧擺入下半咧去應對星期日。而今期嘅卡夫卡你可以用追擊隊或者超擊破隊咧去做對策，而我就揀咗上半用追擊隊，而下半嘅星期日主要佢嘅屬性弱點分別有火、雷、量子同埋虛數，而佢對物理、冰同埋風咧分別都有40% 嘅抗性，所以以飛霄為主嘅追擊隊，我就唔建議用嚟打星期日。如果認為對付星期日最好嘅對策就係超擊破隊啦，因為星期日呢個 boss 帶有多重韌性，佢係帶有10層嘅韌性條，所以如果你係用黃泉隊嘅話，我建議黃泉嘅遺棄雙步咧要堆得比較高啦。我今次咧就用咗超擊破隊咧去解星期日，咁我就將流形、亂破、開拓者同埋丸梅咧就放埋同一組。咁你話啦，如果丸梅換咗做靈沙又得唔得呢？係得嘅，靈沙咧喺開拓者嘅幫助下咧就可以幫手打多少少超擊破傷害嘅。而最後我哋要睇埋 boss 咧被弱點擊破後之後嘅增益，恢復戰技點，啟動終結技，敵方全體受到嘅弱點擊破傷害提高20%，追加攻擊傷害提高20%。所以今期通關用追擊隊或者超擊破隊冇錯噶啦。咁好啦，我哋講到嚟呢度呢，就開始呢，就入 game 咧去做實戰。我頭先呢講漏咗追擊隊嘅一樣嘢，就係飛霄咧配托拍都可以嘅，你唔一定好似我咁要配翡翠。不過乍眼睇呢，飛霄配托拍呢，一般嚟講係打3700分左右，而配翡翠呢，就可以有效利用佢嘅追加攻擊嘅 AOE 咧，佢不斷發動去打側面嘅敵方目標。咁首先就係飛霄咧，因為秘技嘅影響咧，就自動打咗下追加攻擊。咁啊起手知更鳥咧開戰技咧加全體傷害，而知更鳥因為受擊咧而獲得換能量，可以隨時開終結技。我飛霄咧依家已經有6點嘅飛王啦，我飛霄咧就開終結技咧打一打右面隻怪，又將知更鳥嘅終結技留到最後先至開。然後到翡翠開戰技去指定飛霄作為收債人，然後飛霄開戰技繼續去針對右面嘅敵方目標。咁呢個時候嘅沙金咧可以打平 A 咧去幫我哋累積戰技點。咁與此同時觸發飛霄嘅追加攻擊，然後翡翠同沙金亦都打一次追加攻擊。咁去到最後啦，知更要可以開終結技啦，然後為全體做拉條。咁成個過程都好順暢嘅，因為基本上 boss 側面嘅敵方目標咧，只要破咗人嘅話咧，要清理佢哋咧係簡直易如反掌。然後不斷靠住飛霄同翡翠之間嘅機制互動，要清理呢個卡夫卡上半呢，真係相當容易。不過亦都要提一提飛霄嘅兩星雲呢，令到飛霄開終結技嘅次數加快。喺呢個情況下，飛霄隊呢，你會打得比較舒服。喺呢個時候，卡夫卡側面兩個嘅敵方目標都已經被清除，而卡夫卡即將好快被弱點擊破。而追擊隊目前咧主要係靠沙金惡盾咧去擋晒大部分嘅傷害。我諗各位咧從呢段實戰影片咧就可以睇到咧沙金嘅吸引力喺邊度。呢個沙金喺1+1嘅情況下，佢全體交互盾咧係非常容易咧係被觸發。所以2.6下半咧你冇生存嘅話咧，咁沙金咧係絕對值得你去補呢個嘅1+1。咁講到呢度咧，飛霄已經將卡夫卡咧做咗弱點擊破。喺 2.6 版本嘅末日幻影咧，只要你咧搞得掂 boss 嘅韌性條咧，基本上就如虎添翼噶啦。咁講到呢度咧，如果有啲人咧佢又冇翡翠又冇托拍，咁可以用咩代替呢？咁我認為咧，你可以用4星嘅人物密澤，又或者係3月7都可以。但於目前 2.6 版本嚟講咧，已經有好多人知道咧，知更鳥嘅拉條對密澤咧係冇作用嘅，所以佢哋大部分都偏向於用免費嘅3月7。只要3月7拜飛霄為師傅，就可以增加暴擊傷害同埋擊破特攻。不過咧，我亦都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因為目前依家嘅追擊隊咧已經係到咗天花板嘅階段噶啦。而隨住未來官方咧對於所有嘅混沌末日虛構都好啦，呢啲嘅活動裏面所有嘅敵人咧嘅血咧，於每一次
次版本嘅更新呢，都會比以前嘅血量多。我就覺得有可能將來呢追擊隊所佔有嘅優勢呢，會隨住將來官方對版本嘅更新呢，亦都令到追擊隊嘅優勢呢係逐漸收窄。所以我之前嗰啲影片嘅抽卡計劃呢，都已經不斷呢去同啲玩家講，如果你係一個新玩家，又或者你係冇玩過追擊隊嘅朋友，強行喺 2.5、2.6 版本嘅卡池呢去湊夠所需要嘅關鍵人物同埋專屬鋼錐，就會好容易冒住 3.0 換代嘅風險，去令到以一堆 2.0 版本嘅人物嘅價值呢就越嚟越低，但又唔會話低到玩唔到，但係所花費通關嘅時間就有可能真係要再耐少少。如果就預計呢，如果官方呢要推 2.7 版本嘅星期日，咁我就做咗一個人嘅預測，就係官方如果要推一個新體系新人物，想去推喐啲玩家呢去課金呢個嘅召喚體系，咁就或者有可能呢官方要喺 3.0 版本呢去送一個5星人物俾我哋啦，去等每一個玩家呢都可以直接體驗到呢個新召喚體系當中嘅樂趣，就好似以前每位玩家都會收到真理醫生嘅情況一樣，去俾大家了解一下咩叫做追擊隊體系。否則嘅話呢，官方要拉動一個新嘅體系去令到玩家課金嘅話，喺流水方面呢，我就覺得真係會有少少困難。咁我哋講咗啲題外話呢，然後再翻過嚟，咁我哋又已經將卡夫卡呢就做咗弱點擊破啦。最後呢，嚟到呢度呢，就飛燒開個終結技呢去作為一個收尾。咁直到目前為止呢，我嘅行動值呢仲有1800以上，咁我上半嘅積分呢都可以叫做幾高下啦，就已經穩住3800分以上，然後就開始完成埋下半嘅星期日。咁我組隊主師副師呢就放咗流刑同埋亂撲，但係目前我嘅流刑呢都只係0+0，咁我相信呢，當流刑再復刻嗰陣呢，我就會抽到2+1噶啦。咁進入戰鬥之前呢，我嘅院梅同埋主角呢都開咗秘技先，最後呢就到亂撲啦。咁我一言不合呢，開秘技踩滑板呢就撞上去，就開始進入戰鬥啦。咁我睇下呢個新人物亂撲呢喺呢個嘅末日幻影呢嘅表現嘅情況係點啦。首先院梅呢透過秘技呢就開咗戰技，然後院梅呢再透過一次普攻獲取一個戰技點以及能量，有院梅咧就可以開終結技咧，去放一個 buff 咧去俾大家去用。咁你可能會問啦，點解院梅嘅速度咁快嘅？同埋超擊破隊嚟講咧，佢嘅速度越快咧，院梅恢復能量速度係會再快少少。然後就到流刑用一次戰技咧，之後就開終結技。不過就目前嚟講，我嘅流刑0+0咧就肯定撐唔到咧鐵騎兔嘅250擊破特攻啊。然後就到新人物亂破出場，我選擇出咗一下普攻咧就開終結技。如果以目前情況嚟講咧，我亦都考慮咧主角咧個大咧可以開微，但係如果將來咧我用大停魂嘅話，我就唔需要考慮咧呢一方面嘅問題啦。好啦，講咗咁耐，終於到主角嘅回合。咁啊，主角咧開咗終結技咧，令到全隊嘅隊友都可以獲得轉化超擊破嘅能力。咁由於我嘅流刑咧係0+0嘅關係啦，咁所以運用到戰技點個方面咧，我就要諗多啲。然後咧我有理冇理咧再開場景嘅大招，搞咁耐咧先至削減到佢剩翻5條嘅韌性條。所以到目前為止咧，無論佢嘅韌性條咧定抑或嘅血量咧，佢真係好厚。而對戰星期日用超擊破嘅隊伍咧係有一個好處，如果我不斷去打呢個嘅弱點擊破嘅話，咁我就可以不斷獲得呢個場景所提供嘅護盾點。咦，就目前呢個超擊破隊伍嘅型亂流嘅組合嚟講，咁就目前嘅表現呢，我就都幾滿意下。咁我觀點呢，就認為呢，目前呢流刑喺呢一隊嘅超擊破隊主要嘅作用就係負責上弱點以及做弱點擊破，而亂破主要集中嘅係嗰個敵方嘅目標呢，被弱點擊破後咧所造成嘅超擊破傷害，所以我個人咧就唔係好同意嗰啲人話有流刑就唔使練亂破嗰啲嘅觀點。亂破喺呢個影片度咧，第3段攻擊有6點嘅衝能，即係300% 嘅傷害倍率，咁超擊破傷害咧就打咗成130萬。其實大家真係要試諗下一樣嘢，如果連亂破自己都能夠做到為對方上虛數屬性弱點，咁喺呢個情況下仲邊個會特登走去練流刑呢？所以咧我覺得
啦，依家人物嘅輸出呢，要睇嘅一樣嘢就係佢嘅傷害倍率啦。所以你哋試諗下，如果嗰個大庭雲出嚟嘅時候，又自動再去為所有嘅敵方目標上韌性跳一半嘅虛韌性，又再令呢任何一個嘅人物再去做弱點擊破，從而令亂破嘅衝能呢有2倍嘅提升。咁你話啦，喺大庭雲呢種嘅基礎規則嘅情況下，亂破要做到10點衝能500% 嘅傷害倍率容唔容易呢？真係確實會比較容易嘅。喺呢段影片咧，會見到啦，星期日已經進入咗第2個階段，咁亦都咧曾經試過好幾次噶啦。就係我呢隊嘅超擊破隊，就係可唔可能呢？喺呢個嘅星期日發動呢個嘅太初有為之前呢，就擊敗佢呢？咁我發現呢，要喺流形0+0嘅情況下做到呢一點呢，個難度係非常高。大家必須要知道嘅就係星期日嘅太初有為一打出嚟嘅話，而你所獲得嘅護盾點係比較少嘅話，咁你就好容易會俾佢嘅太初有為呢一擊 KO 噶啦。如果只係有流形冇亂破嘅情況下，流形所打到嘅目標呢，最多就只能夠有3個，咁你所獲得嘅護盾點呢，就可能會比較少噶啦。而直接亂破嘅加入，佢就可以打晒所有嘅目標，而敵方嘅小目標呢，係可以好容易做到弱點擊破。就影片目前嘅情況所睇到，星期日嘅多重韌性呢，仲係剩翻8條嘅，但係呢個時候呢，星期日就已經非常接近呢去發動佢嘅大招太初有為啦。所以呢，我認為3+1呢一種嘅超擊破組合，如果戰線拖太長嘅話，只係用軟梅嘅話就會非常不利，因為就如影片中呢一隊嘅3+1呢，就完全係冇補血嘅機制。所以喺我嘅判斷嚟講呢，零沙都有佢嘅存在嘅價值，並唔係好似一啲人所講話完全可以跳過。所以喺呢個版本呢，如果你嘅亂破隊好似我呢一種嘅配搭嘅話，你亦都可以呢將呢個嘅軟梅呢就換咗做零沙。咁你呢一隊呢係有治療嘅情況下呢，就會比較有保障。你睇下影片，你話衰唔衰？爭一格呢，我就會釋放環境嘅大招，咁啊真係冇計啦！依家要食佢一次嘅太初有為啦。所以影片當中你所見到嘅隊伍，確實已經唔可以再一次承受太初有為嘅攻擊噶啦。所以我呢一隊嘅隊伍呢，就必須要喺星期日發動第2次嘅太初有為之前呢，就擊敗佢。如果喺呢一隊裏面你真係冇零沙嘅話，就攞加拉克呢頂住先。如果你呢一隊呢，只係純流形隊係冇亂破嘅話，咁你嘅生存位呢，就必不可少啊。同時我亦都喺度諗呢，如果我呢個嘅流形有2+1嘅話，咁理論上呢，我亦都會打得比較舒服啦。所以當你以後打親一啲嘅目標啦，就好似星期日咁係有多重韌性嘅話，咁最好嘅組隊對策呢，就一定係超擊破隊噶啦。咁一切呢，就以盡快做弱點擊破呢為首要目標，終於可以發動到環境大招啦。你睇呢個環境大招幾重要，星期日即刻冇咗2條嘅韌性條啦。咁喺依家嘅情況下呢，我就有機會可以呢對星期日呢進行弱點擊破，從而去停咗佢嗰個大招太初有為，就好似依家嘅情況咁樣啦。而我覺得打星期日呢個下半呢，真係仲有改善空間。我相信呢，在座各位睇完我呢段片之後呢，我理論上知道個策略要點，而且有比較好嘅維氣嘅話，咁喺呢個下半星期日打出嚟嘅表現呢，我相信會比我做得更好。最尾呢，影片嚟到呢一度呢，我需要呢亂破嘅強化普攻呢，就去做一個埋尾。呢部影片裏面呢，見到亂破打得好順暢，係因為佢係有2+1嘅關係，否則呢，佢嘅終結技循環呢又會再差啲噶啦。咁去到呢度呢，啱啱好流形又有終結技，佢又可以打一次超擊破傷害。咁依家首先等流形呢，就輸出一次。之後亂破就做咗呢一次嘅埋尾，去結束咗呢一場嘅戰鬥啦。咁我喺下半嘅表現呢，就接近攞到3600分。最後喺影片完結之前，我哋就快速講一講維氣嘅部分，又會特別講一講亂破同埋流形嘅維氣。咁我目前嘅亂破呢，外圈呢就用鐵騎，內圈呢就用塔利亞。而我嘅亂破呢，目前嘅速度呢係去到146，而我嘅擊破特攻接近去到200%，連結繩嗰部分就用咗能量恢復效率。而我覺得目前自己亂破嘅維氣呢，真係一般般，就連我流形嘅維氣都係好一般，而且喺影片戰鬥嗰陣，我嘅軀幹呢係遺留咗冇俾流形嘅，連我嘅流形擊破特攻200% 都未到。憑住我呢啲好有參差嘅維氣，都可以打到呢個嘅接近3600嘅分數，所以我都好相信在座各位嘅觀眾，當你睇完呢個攻略影片之後呢，你哋嘅下半表現係可以做得比我更好嘅。所以維氣嘅詞條唔好要點樣做？答案就非常簡單，就係不斷刷維氣。例如我今日嘅鐵騎裝頭部我就刷到
到呢一個嘅詞條。咁我相信咧，大家只要俾啲耐性咧，就會刷到啲好嘢噶啦。好，咁今日嘅攻略影片咧就講到嚟呢度。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撳個 like、留言、訂閱同埋打個鐘仔。我哋下次再見。